快，前面有座桥，快点！这个，我走。老陆，哎呦，呵，这是大窟窿啊！哎呦，这破桥，不会塌了吧？怎么办呀，陈司令？没办法，咱没后路了，绕着窟窿走，大家小心点。哎呦，这风油精哎！好，我先走。哎呦，慢点啊！哎，好，走路小心点。陆老师，好，你小心啊！老陆，慢点啊！废话，我想快着呢，我快得起来吗？我唱周下去。哎呦，哎，这破桥是人走的吗？这，哎呦，这，哎呦，戴维啊，快点啊！我现在已经找着规律了。这桥啊，嘿，它虽然破，还有规律。你呀，有板地儿你就踩。哎，你看，嘿，没事，这没板地儿就不踩。大胖子过去了。老陆，哎呦，老陈，老陈，老陆，刘老师，你们抓紧！我去，不行啊，这条程度不行，我去。你慢着点啊！老陆，坚持住啊！小心！抓稳！哎，老陆，老陈，快过来，救救我！他们快走啊！他们塌了！完了，这云彩，这聚拢的速度也太快了，紧赶慢赶的，也没赶上这云彩。我们呀，怎么感觉折腾半天，做的都是无用功呢？本来想一览众山小，这回改云深不知处了。我不这样认为。何参谋，您有什么高见？我觉得我们已经找到龙运的地方了。啊？古玉绵延不绝，山岗缭乱，显得主客不分，真假莫辨，有喧宾夺主之嫌。想必这水龙的龙运中啊，地势应该会更低，坐下低小者如坐井观天，气象无尊严之意，多卑微之态。
所以要在这条龙脉的关锁处改建一个九曲回环朝山岸的局。虽然现在还没有看到地势，但是雾气最先聚拢的地方，应该就是水龙运的所在了。哎呀，歇会儿吧。啊！哎呦，我听明白了，这个雾气先聚拢的地方，就是地势最低的地方。地势最低的地方，则是王母之所在。哎，你看这“之”字用的好吗？王母之所在。哎，嘿嘿。不过你说了一个大概的位置，可具体咱怎么找啊？我刚路上不都说了吗？第9个血眼最接近核心区域，咱们先定个大致方向，往西走，路上找山神庙不就行了？对，没错。终于明白了，这第9个血眼是最重要的。那咱现在找着一个了，剩下的就是找那8个。找到一个就已经推断出它的位置了，你要找到剩下8个做什么？胖哥，我都听懂了，你还没听懂？去，道理你懂不懂？跟吃馒头似的，吃5个能饱，前4个你不吃了。真是，我看呐，根本就找不着这山神庙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怼我可以，我们老陈是谁呀？祖孙8代堪舆世家，他说的肯定没错。那胖哥，我问你，这剧里边虫子多不多？我说你能不能别提那虫子，弄得我浑身痒。那我再问你，这剧里边湿气重不重？这什么地形？雨林，你说湿气重不重？对啊，日晒雨淋那么长时间，那庙啊，肯定是一堆朽木了。再者说了，就算没蛀没朽，那周围的植被疯长了1000多年，除非有双 X 光眼，不然我看根本找不着。你看看人家啊，哎，你可真是个摸考古的好苗子。为了使古域里面的风水连绵不绝，山神庙一定要保证千年不腐。书童，把你刚才画的图给我看看。古域里面的局部地区乱吹风，但此地终年受到印度洋西南季风气候的影响，山地的迎风坡在西南面，所以山神庙一定不会建在西南面。雨中重置大多喜阴暗潮湿，为了避免重蛀，山神庙也不会建在山的阴面。这个地方阳光充足，雨水充沛，植物疯长。山神庙为了避免让周围的植被压垮，所以它一定会建在遍布灌木而非乔木的区域。地下水位和地势也是重要的考虑因素，所以它得建在利于排水不易积水的地方，为了避免洪涝灾害。所以，我们只能是这个地方。哇塞，哥，真有你的！你这几个条件一加进去，范围缩小了很多。也不能高兴这么早啊，范围缩小是相对而说。谢谢。哎，这有个蚁窝。哎，书童姐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蚁窝里面有一个蚁后，剩下的。要是我啊，反正我忍不了，不知道你什么脾气。你是质疑我实力了是吧？你有过吗？我没有吗？你有吗？这点总得有吧？
老陈，这路走的靠不靠谱啊？怎么走那么半天，连个影都没看见啊？怎么着？你不信我，你还不信罗盘啊？嘿，你诚心让我在大家面前丢脸是吧？你们看，那边有块石头。别往前走了，嘿！我觉着哈，就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出这么个大石头，很突兀啊！别是什么机关吧？这上面是眼睛的形状啊！哎，老陈，哎，你说这奇怪了，嘿，风吹日晒的，这石头是那大眼睛，它怎么就不褪色呢？你不懂得多吗？哎，就滇王那会儿有没有什么颜料能保持千年不变的？汉朝用的颜料有赭石啊，茜草啊，苏方木啊，但这东西啊，它经不住千年不褪色呀。更何况，它这一点保护措施都没有，就这么晾着，哎，它一点不褪色，鲜亮如新，绝了！那会不会是后来的人弄的呀？后人，滇王的后人吗？哎，有这种可能。不过这个大眼珠子啊，在这摆着，它到底什么意思呢？嗨，这有什么意思的？有凌霄珠的地方就有这眼球图案，这不正说明了滇王墓里一定有凌霄珠吗？什么界定边界，没有什么甚至离别，所以一直的都完美表现，还在盘点盘10年。4句以后3次4元的世界。是谁在你是谁相依的红颜？一次体验，还是盘点的宣言。
想要。